程大人，今日来购些什么？我新到了一匹马鞍，我拿给您看看。刚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都是些普通的矿石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程大人，您看看这些马鞍，啊，都是新来的，您看看怎么样？全是真皮，您看，啊，您看，全是新货。皇上，由于歼灭赋税，军中的物资和军饷都已经不足，加上天色渐寒，还需准备过冬的取暖费用。再拖下去，只怕不光是人，连牛马都挨不过这个冬天。眼下时日艰难，用以取暖的炭火费用减半，熬过冬天，开春让军士去耕牧，用以增加粮草收入。皇上，这是什么？最近燕北市场正在流通这种矿石，老百姓们都在用它交易。听说西蒙开出了乌金矿，不想竟然都流通到了燕北，看来产量异常惊人。而且近来西蒙突然之间一夜崛起，发布了许多新政，我想和这乌金矿石有关。公子，西蒙城这几日的确多了一些行踪神秘的大庸人。诸葛大人在信上说，3日之后会抵达西蒙城见念，有没有种可能，青山院的人已经在西蒙城了？青山院本就为皇家行刺杀探查之事，燕北和汴唐都布有据点。祖父既然能找到我在此处，还送来密信，就说明西蒙城内一定有了青山院的据点。公子，那我们不必担心。祖父是来见我的，就不会让我找不到他。公子，别来无恙。没想到，西蒙这个无主之地，也逃不过青山院的暗哨。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。
祖父，不过是废了武功，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为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陛下，他逼着家主服下了废除全身武功的毒药。是我的缘故？是，也不是。皇帝重用青山院，可也忌惮青山院。美灵关战败，他把罪责怪在了我们诸葛家头上。你以为那具拙劣的尸体能够骗得过燕巡，骗得过青山院吗？连青山院都骗不过，骗得过木何家，骗得过那些恨不得撕咬了我们诸葛家的虎豹豺狼？为了不露出破绽，鞭尸了那具尸体，将其扔到乱葬岗，给野狼啃食。但即使这样，圣上也未必会轻信，所以祖父只得以谢罪为名，自废武功，才能平息他的猜忌。不仅仅如此，木何家进言，是你潜入燕北的行为，打草惊蛇，延误了战机，才导致美灵关大败。青山院一半的谍奏都被降罪处死了。祖父，是我的错。不，是木何家。他们要取代青山院，不是一朝一夕了。美灵关战败只是一个借口，所以月儿，我就是为了这个，才亲自来到西蒙接你回去。你现在是新魔王的身份了，带着这个身份归附大庸啊，那就是成为我们诸葛家的一大助力。木何家的如意算盘就算落空了。祖父，月儿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的栽培，但我已经决定离开青山院了，请你忘记我，就当我真的死在冰湖了吧。月儿，你真能够放弃一切，和那个女农远走高飞吗？你能躲到哪儿去？躲到西蒙，躲到天涯海角，青山院和大庸最后都能找到你。月儿，你可以找到我，但你带不走我。这就是我从小带到大的孙儿，现在有了威胁祖父的能力了。可是那个楚乔，他知道当年是谁亲手把燕世成一家送上九幽台的吗？当年我也是逼不得已，就算他知道了，也会谅解我。就算燕世成一案能够澄清，但是青山院做的那些脏事，你能一一说得清吗？青山院替圣上办事，屠杀过多少人？虽然不是你亲手所杀，但你是青山院的长史，你能脱得了干系吗？月儿，一日为青山院的人，永远都是做服侍人一样，你也一样。这就是命。
这都是什么？此前咱们不是放话出去，说王后喜食沙果沙枣，西门王会高价收买。你的现在的百姓都在种沙果沙枣，种了这些果子的百姓啊，都马不停蹄地给您送宫里来了。那是因为西蒙的气候合适种这些果子。这又是什么？哇！这是西蒙百姓送给西蒙王和西蒙王后的礼物。他们说，摘下面具的西蒙王英俊不凡，和美若天仙的西蒙王后佳偶天成。我觉得吧，这西蒙的。停下！这里是西门王宫，不得擅入。我是西蒙王后的妹妹。大人，门外有一女子求见，被侍卫给拦下了。她说是王后的妹妹，叫金小八。你再说一遍，她叫什么？小八，金小八。哎，小八。小宝，都还愣着做什么？快走！快走啊！若曦，行行太急。走，快，都跟上！小宝，慢点！快点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快跑！这些贱奴真是活腻了，带回去手脚全废了。反正伺候老太爷也不用手脚，拿下。是。真的是小八。自从和你失散后，我就一直在派人找你。今天终于见到你，真是太好了。六姐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能见到你真是很好。走，六姐带你进宫。小八，你跋山涉水赶来这里，一定累了，一会儿好好洗个热水澡，换身干净衣服。走。这么华贵的浴池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
六姐，你过得可真好啊，不像我，贫贱如同乞丐。我从大庸逃到燕北，和你失散。等我在燕北安定下来之后，便派人去找你，可没想到，还没有等到你回来，我便出了事，掉入冰湖。我知道，大同行会的人把我接到了燕北。雨姑娘曾经收留过我，后来雨姑娘出事，我无处可去，只能在燕北隐姓埋名，一直四处流落。小八，你一定吃了很多苦。我去汴唐之后，便一直让明路打探你的消息，但却没有找到你的下落。燕北一直打仗，兵荒马乱的。你在汴唐，自然是找不到我的。幸好，我们姐妹终于重逢了，这真是上天给的缘分。我家漂亮妹妹又回来了，这是我的衣服，回头六姐给你准备新的。六姐，我有点饿了，你能帮我拿些吃的吗？好，六姐这就去安排。星儿，来人！救命！来人！六姐，六姐，诸葛亮要挟我，你快替我杀了他！诸葛月应当不是这种卑劣之人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恨他。我要他死！大姐，我哥，我所有的家人都死在了青山院，凭什么他诸葛月可以活得好好的？凭什么？小八，诸葛月已经离开青山院了，可他掌管的青山院害死了我所有的家人。一句已经离开，就可以将所有的血债一笔勾销吧？小八，你听我解释，林夕哥哥的死是个误会，诸葛月也没有办法。金小六，林夕哥哥当初是怎么对你的？你真的把我当家人，就应该杀了诸葛月，替死去的林夕报仇啊！你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你不是金小六，你是楚乔，是西蒙王后，你不是我真正的姐姐，我的亲生姐姐已经死在青山院了，我所有的家人都死在青山院。我这次来，就是想通过你接近诸葛月，为死去的家人报仇。既然失败了，那就无所谓了。你们杀了我吧，这样我们金家就能黄泉团聚了。小八，
你若不愿认我这个姐姐，我也不会强求你。这匹马，你带上。马上有个包袱，包袱里面有些干粮和银两。若是以后遇到困难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 这道伤疤是在打临安城时留下的，已经结痂了，不用再上药了。这道伤疤也是，早就愈合了。那青山院这道伤口，是否也该愈合了？ 过去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为什么跟踪我？你后悔放我走了，现在要杀了我，对不对？你手里的匕首是青山院专用的釉铁所制，见血丰厚。我不知道这是青山院的匕首。你能告诉我是谁给你的吗？ 之前我四处流落，差点饿死。是一个蒙面侠客救了我，他告诉我他也是奴隶，也被青山月害死了家人，所以帮我找你报仇。祖父。 月儿，我知道你会发现跟到这里，没错，安排金小八刺杀你的人是我。是你？你们利用我，我杀了你！想要保住这丫头的性命，就随我回青山院。
他要杀我，你却用他的性命威胁我，岂不可笑？她是楚乔的妹妹，如果是因为你没保住性命，那楚乔会原谅你吗？我早就认出了这把匕首，在我跟来之前，却还抱有希望，希望这个人不是你，没想到还是我天真了。我用这个丫头，就是为了提醒你，你是青山院的长侍，永远洗不掉手上沾着的血。不只是这个金小八，我还有更多的办法去揭开那些过去，让那个楚乔看看清楚，你都做过些什么，青山院过去都做过些什么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逼我？月儿，诸葛家子嗣三房，唯独你是由我精心培养长大的，你是青山院和诸葛家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希望。我不会让你离开青山院。祖父，难道我只是你的一个作品而已吗？你应该清楚，一日为青山院的人，永远都离不开青山院。不只是你，还有我，还有青山院的每一个蝶族都是如此。我可以给你5日时间，5日之后，我会带着金小八在茶楼等你。如果我不去呢？如果你一意孤行，不仅是这个金小八会没命，你应该知道规矩，青山院一定会新立长侍。若这个长侍不是你，你曾经那些心腹越尉都会被处死，他们的家人也都得死。他们可都是曾经为你卖过命的人，你真的就这么忍心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死在别人的手里？蚕豆，尝尝啊！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老板，哎，来壶茶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公子，这是我们从便堂带来的消息。老板这生意不错。嗨，主要是新政真是好啊！以前动不动就是抓呀杀呀的，弄得人心惶惶，我们这儿的生意都不好做。这几个月肯定挣得盆满钵满吧？嗨，托福托福。这不仅有来西蒙做生意的商队，有大庸和燕北的百姓也跟着一块儿迁过来不少呢。以后你这生意啊，肯定会越来越红火。哎，托您的福啊！啊，哎，慢用啊。嗯。来，客官，您的茶点啊。客官，你们是从燕北来的吧？是啊，我们是燕北来的商客，想进些草药。老板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您别看我这摊位小，自从我们西蒙王颁布了通商的法令之后啊，那南来北往的商队我可没少见过。从您的打扮和口音呐，我就能猜出个大概。客官，您的东西掉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客官，您这小巷上的女子长得可真好看，有点像我们王后。这小巷上的女子是我的心爱之人。哦，客官真是好福气啊！慢用，慢用啊！当心点。多谢程将军。夫君，我拿了些果子，你尝尝。夫人细心了。这都是一些新鲜的奶杏和香酥果，我特意挑的，很甜。
多谢夫人。这跟小巷上那个也不像啊。这是青山院在西蒙4个据点的头目杰作，都在这里了。我知道，你想用他们来换你和京小八的自由，但是你高估了他们的价值。青山院最不缺的就是叠座，死这么几个，不足为惜。当然不只是他们。据我所知，青山院在汴唐和燕北都安插有眼线。我虽然离开青山院已久，但凭我曾经掌管青山院的本事，不出10日，我就能将这些暗哨全部拔除。到时候，你多年经营青山院的心血将会付之东流。家主，月儿，其实我在来西蒙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，结果大抵如此。你自小是我带大的，我最了解你。你一旦做了决定，轻易不会改变。可是祖父就是不认输，还想再试一试。看看能不能留住你。无法强迫你做任何事情，也无法替你做任何决定。如果青山院注定要终结在我诸葛穆青手中的话，那也是宿命，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遂了穆何家所愿吧。祖父最后有一句话要提醒你：青山院能够找到你，大用的任何人都可以。有多少人盯着咱们诸葛家，就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。这也包括圣上，也包括未来想登上大用皇位的人。你若要离开青山院，按自己的心意活下去，就只有靠你自己了。月儿，祖父已是风烛残年之人了，能为你做的就这些了。你好自为之吧。诸葛月，你别以为你救了我，你做过的事就可以一笔勾销。总有一天，我还是会杀了你报仇。驾！这个小八还真是不识好歹，亏我还给他一匹上好的马呢。
贺西蒙王和西蒙王后新政。这好像是某种祭祀。让大庸与燕北再战，让他杀了赵彻。凡是感染一病的，都通缉腐烂。你怎么了？阿楚，你是我烟熏的，只是我一个人的。我从未想过会与你有这样一日。偏偏不懂心忧，一壶酒，思念留人消瘦。浅浅细雨落窗口，梦醒不是春秋。情不休，人却远走。一生何求？不过再回首，芬芳仍旧。颤抖的手仍有红豆，欲说还休，都凝成笺酒，藏入心袖。荡漾这一生始终，问苍穹风情思念中，如何从头，又如何相爱相守，都不永不竭的相送。莫让我眼眶都红透，在动静后不可留，只可颂，只可颂。问苍穹风情思念中，如何从头，又如何相爱相守，都不永不竭的相送。莫让我眼眶都红透，在动静后不可留，只可颂，只可颂。终究